Hello，我是 Amelia， 可以叫我小林就好了。我自己是小时候算是就经历过跨性别这一个很长的阶段，这样子，从幼稚园就认知到自己蛮不想要做男生这个性别的，甚至就是会把器官给绑起来，希望它可以坏死。但是好像听说这样会死掉，所以我就很纠结，要直接死掉还是要让器官坏死。国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有网络了，所以我自己就会用网络去查，就是说，怎么改变自己的性别这样子。到大二才知道说，原来也有改变五官的手术。然后那个时候就默默下决定，就想要动这个手术。当年我在外国游学的时候，然后就被很多外国人询问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，而且都是不同国籍的人，就是有韩国人，然后美国人、菲律宾人这样子，然后他们都这样询问，就还蛮难过的。另外一个部分也有台湾人问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国外的语言学校，就是有台湾人私下在传我性别的事情，对，所以回国以后我就想要动这个手术。会觉得谢医师的审美观跟我比较符合。就比较是偏亚洲人的审美观这样子，因为其实外国的 YouTuber 他们有讨论到说，你要去韩国动手术，去台湾动手术，去美国还是西班牙动手术，他们审美观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。在风华找谢医师做了那个发际线，然后丰额手术，就是额头的电动器，然后再来就是削眉骨，还有颧骨跟下颚骨。但除了下颚骨以外啊，其实还有拿掉一些咀嚼肌这样子。我觉得主要是眉骨的部分，应该是说额头的这一块，对，因为额头这一块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额头，以前都会想要用刘海去遮啊，然后这样鬓角去遮旁边，但现在都觉得露出来没有关系。我觉得术后其实额头确实有变得比较符合我自己的审美，然后比较女性化这样子。会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谢医师他蛮专业的，因为他有一个3D 的 CT 导图。我来顺便介绍一下这张设计图好了。像这张设计图啊，蓝色的那个部分就是我的额头，在这个额头的部分我垫一个假体在里面，黄色的部分都是削掉的部分，所以有削掉眉骨，然后颧骨这边削掉一点点，还有下颚骨这里有削掉。最后就是红色这一块，红色这一块它有颧骨做了一点内推的部分这样子。然后像红色这个就是我的神经，就是它有标出来，然后就避免会影响到这个神经，所以就还蛮令人安心的这样子。就是像额头这个术前的部分就比较男性化，这样就是它像红色这一块，红色这块就额头上面比较凹，然后前面中间比较凸。但是术后的话，就是变成比较蓝色的线条这样子，所以蓝色的线条这样子就是额头有比较饱满，然后比较柔和，所以我自己很喜欢。我们的所有的手术都会先做一个数位手术，我们会经过一个过程，把它连接到真实手术，那个过程就叫做手术导板。那手术导板是3D 列印而来的。我们先讲额头的部分，这个地方好，就是我们要后移的额窦，就是这一块绿色的部分。我们东方人的额头除了额窦比较突出之外，它还搭配一个比较后移的额头的一个倾斜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上这个客制化的一个额头，才能够把你的额头给饱满化跟直立化。我们开始讲颧骨，我们要切掉多少，
这些东西都是要先算好的，因为每一个人的颧骨都会有大小边的不同。这手术前是这样子，比较外扩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移除中间这一段之后，把它内射进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颌骨，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避免下齿槽神经的伤害。所以说我们在数位手术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去追踪这个下齿槽神经的一个走向，我们才开始去规划削骨的一个量。削完以后，我们能够确保你的骨头是一个非常自然，而且还是保有女性线条。有些人削骨完全没有线条，我们还是希望你有线条，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柔化过后的线条，比较窄化过后的线条。有我觉得就比较有自信，以前也会很在意颧骨，就会觉得颧骨比较凸啊，这还蛮不符合我自己的审美观的，所以我都会用2个鬓角遮住。然后现在术后就比较敢把头发撩到后面这样子，在路上被人家夸奖漂亮的几率比以前还要高这样子。